嗨，大家好，我是美人鱼老师。研究30多年的儿童美术教育，那美人鱼老师，你到底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呢？接下来我就从这个创造力的引导与表现方式跟大家来聊聊爸爸妈妈、老师他为什么会让孩子来学画画？还有希望他能多接触艺术。其实这个追究于根本就是希望我的孩子本身有创造力。那创造力为什么对孩子那么的重要呢？等等我们就从创造力的引导与表现方式跟大家聊聊。儿童画为什么不是教出来的？因为教本身这个字就有这个被体制化、被限制的感觉。那如果是唤醒孩子的真性情的话，这不一样哦。这表示呢，他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由自己的内在情感表达的感觉的。这个时候他自己就是一个小宇宙，那他的心灵呢，才会像一个宝藏一样，不断的去挖掘嘛。所以呢，我在30多年来，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儿童画，它绝对不是教出来的，教出来是一个体制化，是被限制的一些情感。那它是唤醒孩子的真性情。这个唤醒真性情是由他本身出发，那这个时候创造力才会无穷的扩大。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从这个小孩的成长的过程中，你就了解为什么真性情对一个孩子是那么的重要。这个孩子刚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的心智上是慢了半拍。我跟他母亲说，那大家也很配合。起步的时候，这个孩子非常的不专注。那时候他已经中班了，5、6分钟说老师好了，老师好了，他完全非常容易分心了。再来，他的手眼脑协调也超慢了。那经过了半年的熏陶后，有一次我们就在画牛，我发现他完全骗我。给他看乳牛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有喝鲜奶吗？那个奶奶就是这个黑白乳牛挤出来的。乳牛是什么颜色的？有黑的白的。这时候他感觉到黑的白的，他开始专注那个影片。哇，真的是有黑色的斑纹呢。跟他讲说，牧场会把那个牛的耳朵咔咔咔咔做上记号。哇，他记得好清楚，耳朵会做记号很好。那他就开始画斑纹。发现那张图很特别，大家看一下，这个满满的呢，整个一张纸就是牛的身体，然后加上这个纹路点点。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是慢慢的把这个乳牛的纹路慢慢的点。这个对孩子是非常重要，表示他心里有感触，他才会慢慢去堆叠这个黑的斑纹嘛，非常有耐心。再来堆叠好了以后，他告诉我一件事情，老师，牛要吃草，我绿色的草还没画。哇，我更惊讶，原来他还可以感觉到说牛要吃草，要那么有耐心把它画完。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每个孩子的真性情是要被唤醒。等他唤醒的时候，他的改变就是怎样？对世界有感，然后开始拿着笔会创造他心里的感觉。再来，他也变得非常的专注，还有呢，会自我负责。从这个事件，我们就了解，原来创造力引导孩子的心性有多么的重要还有我们教孩子一定要因材施教，让孩子的属性归位。
发挥属于他自己的创造方式，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海浪浪花这个课程。在指导这个海浪浪花的时候，我一问，看过浪吗？看过海浪吗？哦，几乎有6个孩子通通说他没有看过。可见啊，现在的时代背景，孩子真的很少有大自然接触。所以呢，我跟他说啊，海浪有花耶，浪花是白的耶，哇！小朋友从影片中发现浪花是亮是白的，他的心情都好愉快哦，觉得好惊喜哦。可见的，每个孩子啊，对这个大自然的产物啊，必须被唤醒，慢慢的有感知，进而让他们在创作。结果很开心，每个孩子都能把他的独特看到的感觉、感受表达出来。哦，这实在是让我觉得太开心了。我们创作啊，一定要让孩子画出有感的作品。那如何有感呢？除了刚刚跟您说的这个浪花，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中年级的孩子的创作。那天啊，我们是请孩子欣赏这个奥赛美术馆的名画。那有个孩子，他很特别哦。他虽然画的是塞上的静物，可是我们来看看，哦，你发现他只是借由塞上的静物啊，画出他心里的感觉跟感受，完全是独创性的。所以呢，我们从过程中，我们要相信孩子，你要给他完完全全的自在，他才能勇敢于表达他感觉到的事物。塞尚的作品是这么的沉重，结果呢，被他一转换过来，哇，变得多么的亮丽，还有非常的活力。这就是这种创作。所以从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让孩子相信自己可以，他才能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呢，创造力的引导就是要引导孩子的真性情。再来，这个表现方式创造力的表现方式，就是要原原本本做出他自己的氛围啊，那就是爱。跟大家总结一个观念创造力的引导与表现方式，其实是借着艺术让孩子认识了自己，进而发掘自己，再来发现自己，让他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小宇宙，让自己的心灵展开出无限的宝藏，发掘无限的美好。创造力对孩子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在原创的师资培训课程中，首先就会跟大家分享创造力的引导与表现方法。第2个章节分享如何奠定自己的创造力的4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可跳跃。第3个章节跟大家分享创造力的基础的涵养与认知。你有了一个基础，有一个认知以后你才会知道创造力要怎么去思考，要怎么去建构。第10个是最切实的，我们教儿童化，如何启发孩子的创意，是用孩子的角度来分析。第5个跟大家分享我如何打开童话的创造元素。有了这些童话的创造元素以后
老师才有可能创造无限的课程来引导孩子认识什么叫做创作。第6个是跟大家分享如何增进创造力的方法。你都已经知道创造力，问题是如何增进呢？这些元素都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了解它，你才能去实践。这6个章节都是我30年来的经验，而且呢，它非常的实用。它在运用上又不是会那么的咬文嚼字，踏踏实实的。从2018年开始这个课程呢就已经分享过很多朋友，他们在例行中都觉得非常的实用。那我这里可以跟各位朋友，如果你真的对儿童画有兴趣，或许呢，你对儿童画想认识的话，不妨我们互相来联系，LINE ID FishTeacher